水瓶座朋友新年快乐！来说你们2月的好事和注意事项，终于来一个不是人情世故派的啊！水瓶这个过年主打一个真实，做自己，直来直往，非常的真性情。也有一批低调的水瓶啊，此时会被人发现啊，就是看到哦，原来还有你这号人，我觉得你很厉害。当然可能脾气也不小，或者是你很有个性。总之呢，你们1月末到2月会以某种形式让人印象深刻，不容忽视，让人看到呢你的存在，意识到你很重要。比如说以伴侣关系来举例的话，这个时候如果分开，水瓶你这边其实是没有什么事的，但是呢对方就不一定了。不管他说不说，但是呢他实际受到影响会比较大。那工作读书呢，2月水瓶各类这种应酬啊、培训啊、讲话啊、开会啊、出差啊、外勤啊、做报告、提方案、提意见等等安排会比较凸显。你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，自己都是圆的那个中心，很多的事情都要以你为主导去展开。当然你的责任和外界的期望也比较高，离了你很多东西可能都赚不了。如果你希望本月的工作更顺利，水瓶要多跟外界沟通，交换意见，因为此时你们的沟通运其实是很好的。但这个沟通运很好，不是说你们会妥协，而是说你很能说服别人，所以呢多表达更能够按照你的意思去做工作，或者是达到你期望的交易和结果。不过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不要太过于强势和自我哦。沟通也是需要一点说话的艺术的，不然呢别人可能也是会同意的，但是会觉得说，哎，你太强势、太固执了，太不听话了，太自我了等等。那2月5日呢，大吉星木星的恢复顺行也让水瓶的运气变好。那本月呢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是自己的体力，因为看起来你们似乎一直在忙碌，小心不要累倒。健康呢也稍微多注意一下这种肠胃啊、消化啊、头啊、脑子就脖子以上的部分，以及肌肉的酸疼、外伤等等。美容调整的话是很适合的。2月5日之后大发销是可做的。工作上下半旬对比呢，中下旬水瓶的任务会更严肃或更重，可能到了什么时间就有什么任务要上交或者是被检验。当然入职、录取、定下工作的几率也更高。另外呢，2月水瓶也容易多样工作任务齐开，可能你有什么新的事情要计划做的，然后原本的事情也是你需要去交付的，不能够去舍下，所以呢这也是你们劳累的原因啊。因此这个行运呢对水瓶的工作来说是利好的，因为这个时候能够推成很多的事情。但是呢对健康就不一定了，自己要稍微悠着一点，尤其在2月下旬到月底以及3月份要特别注意健康和情绪，因为看起来呢压力是不小的，可能也会被压任务啦，或者是加班啊、熬夜啊，有一点点工伤感，或者说此时呢水瓶很需要体力去支撑你要做的事情。所以呢除非是刻意减重的水瓶，就是你是故意燃脂的，要不然的话努力的时候也请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哦。那爱情和人际呢，水瓶2月朋友运是非常旺的，刚说了有聚会应酬嘛，应该会见到不少的人。你此时呢也是比较敞开，可能跟谁都能够聊两句，挺能够给别人带来启发的。那恋爱来说的话，脱单几率也是挺高，职场生活呢也能建立好的人缘或者是新的人脉。不过这里有多少能够长久的留下来成为水瓶真的朋友、客户、爱人，还要等下一步的发展再看。刚刚我说水瓶的脱单几率高嘛，那这个脱单的时间点更多会聚焦在2月末的时间到3月份。如果这个时候没能够去确立关系，或者关系有变，可能就是过眼云烟的一个关系了，或者你就需要再等等。有伴侣的水瓶呢，因为有新桃花运的进来，会有一点点冲击到原本的关系，但是可以去化解的。就是建议可以2个人一起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，参加朋友的聚会啊、旅游啊等等活动，给关系带来一点新鲜感，对你们的关系稳定也会更有利。财运方面的2月中下旬更关键，因为可能一些账啊、款啊、算账啊等等都是在下旬，上旬呢是有一点点没头没脑，可能一高兴就花了买了，但是到中下旬过后呢，水瓶呢就会盘算，就哪些该花，哪些不该花。也有部分的水瓶这个时候会有一笔款或者是一些理财的一些东西啊，还挺重要的，要么就是别人给你，要么就是你给别人，也可能这2件事情会同时进行啊。那进账方面呢，财运跟这种销售啊、流量啊、交通啊、运输啊、知识啊以及某种沟通交流是有关的，就是本月得财全靠一张嘴或者是一支笔。另外呢，重视量产，也就是数据啊、数量啊、证书得多，财运就更好。那祝所有的水瓶座2月不论年岁，皆以青春赴山海，轻舟无惧万重山，让花成花，让树成树，让己成己，好运啦！我是艾兰凡老师，用心理心学活好自己，重新和自我交朋友，拜拜。